在那告诉你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他的人生负责。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。杨晨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杨晨，先生，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，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。我们下面还要准备另一台手术呢。对不起。小陈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们点时间。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刚才一躺在那儿，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别自责了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。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。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，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，但是我现在。我只想尽我的全力，好好的去呵护他，我要把他留下来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啊！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他真的蛮关心你的。谢谢。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？给我20分钟，给你做顿好吃的。啊？去沙发上休息吧，啊！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需要帮你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我帮你洗菜。真不用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妈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切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哎，你慢点。呀，哎呦，你看嘛，我发现，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请我吃好吃的。谢谢。嘴里面有东西，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。好好吃饭，营养才跟得上。你现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，对不对？小小啊，这难过归难过啊，但你得吃饱饭呐。你不吃饱了，你怎么能去战斗啊？怎么了？
没事儿。来，谢谢。小小啊，你看你这门锁的，真把自己锁上了哈。看爸爸给你做的鱼汤。来喝吗？吃。吃饱了吗？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？刚好，可以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特意送你，就是吃饱了饭，出去散散步而已。好。好，那我收拾一下。你不用管，不用管。沈侯，猴子，你别跑了！哎，猴子，你来这儿是因为还在想他吗？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和过去道个别。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黑夜和白昼，永远擦肩而过。又特别像天空和大海，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，但是天空永远拥抱不到海洋。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。就让这段感情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吧。
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能决定，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，她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，然后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这样已经习惯了，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，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。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？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交易？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，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，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不起。喂，妈。杨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
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，我先让老李接你妈去我家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，有我这个外人在，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。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。程总，辛苦了，老李。阿姨，请进。妈，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。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我没有，妈。脸，阿姨，妈，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轻点。你撒手！妈，我没有。没有，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！妈，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？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？妈，我都没脸！颜之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？你听我说，不要脸呢你啊！我都觉得没脸。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你啊？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小陈结婚的。我会对他负责到底，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就是胡来嘛，真是。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。
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来，新娘子笑一下。好，来，再笑开一点。没关系，就这么拍吧。哎，好，来，1、2。这不会是假证吧？妈，您放心，这肯定是真的。我下午就回去了。程志远，光领了证是不够的。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，丢尽了我们老严家的脸面。怎么挽回，还要看婚礼怎么办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陈风风光光的嫁过来的。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回去接您。结婚请柬就这么发了？你真不打算做点什么了？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呀？乔宇，你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我要休假，休长假。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要去欧洲，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一定要走。
伯没说我不放人，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儿子开心，不管你休多长时间的假，都是带薪的。程总真慷慨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对了，程总，抽空把你们家密码锁的密码换一下吧。万一哪天我喝多了酒，再去你们家，程太太该误会了。我上周已经改了。乔总，热闹好看吗？哎，Cindy 姐，跟我没关系。等会儿再说。哦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忙你们的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。我和陈总是假结婚，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，但是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，所以陈总就帮我隐瞒这个事实，用婚姻帮你。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。但是，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，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。你没有掺杂感情，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。等我度过这一关，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。什么时候？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。我无话可说，请你出去吧。对不起。叶晨，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，我无法给你们祝福。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。